前面呢，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胡迪尼的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拿着胡迪尼来做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小试一下身手。首先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已经把这个界面的布局做成了这个3等分啊。右边在这个地方有个 empty network， 这个地方就是添加节点的地方。因为胡迪尼是用节点的方式啊，像编程一样来做这个模型与特效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节点啊。首先按下 Tab 键，可以添加一个球体啊。注意，你可以呢按下 Tab 键来搜索，只需要搭前面几个啊，只要输入前面几个字母就好了，就可以看到。比如说输入 SP， 它就会出现这个 sphere。好，我们来创建一个球体。当你创建好了以后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节点呢，实际上叫做 geometry， 它里面我们双击进去，它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多个节点啊。回到上一集怎么回呢？看这个地方有个点上这个 object， 就可以回到上一集。另外，如何进行移动这一个部分呢？移动节点呢，可以按下空格键啊。来鼠标拖动，或者是呢鼠标中键也可以直接来拖动，这里面也是啊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创建了一个球体，进到这个 geometry 里面啊。我们选择这个节点，可以看到右边是它的参数，我们可以来稍微做一下修改。首先可以更改它的半径啊 ，radius。我们把它改为1，好，让这个球呢就稍微大了一点点。其实呢可以有3个轴来进行改动啊，可以看到 X、Y、Z 3个轴。好，我这样是怎么来进行改动的呢？我点的是鼠标的中键啊，鼠标的中键可以通过左右来进行修改。好，也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想小范围的修改呢，可以按住中键，按住不放，然后来上下移动。你看可以0.01，或者是呢大范围改动啊，上面的1、10、100。好，这个是关于这个数值的修改。另外，我们呢再看一下这个 row 和 columns 啊，可以更改它的这个细分。我们来一个36吧，然后行和列啊都是36，这样子呢可以将这个球体更加的细分。可以看到这左边这个视图这一部分啊，球体呢由点、线，然后面来构成。如果你想了解它的更加详细的信息，可以在这个节点上点鼠标的中键。可以看到有1226个点，1260个面，顶点是4968，然后三角面是1260，相关的信息都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呢再添加一个节点啊，可以试一下，输入一下 Tab， 然后打一个 Mountain 啊 ，Mountain 山的意思。好，这个节点呢就添加进来了。另外，你还需要将它给连起来，上面是输入，下面是输出。连起来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点啊。当然，现在你不是要马上理解这个节点，我们只是呢稍微试验一下。添加这个节点以后，发现没有任何变化，是需要点一下这个节点的开关啊，这个眼睛。当你点开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它就可以看见这个节点产生的效果了。如果你想回到上一个，你看。非常方便，你的每一个步骤在这个地方它都是什么非线性的，都是非线性的，你可以随时修改。好，我们在这个 Mountain 这个节点，我们来一点点，这个节点实际上做的作用呢就是 noise， 产生了一点点噪波啊。我们把它呢稍微改小一点，改小一点点。好，另外呢可以将这个 element size 变大，这个再变大一点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不规则的这个球体
啊，实际上可能会像一块石头，或者像一个什么蠕动的什么东西。另外呢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offset 啊，你在拖动它的时候，它就会不断的产生各种变化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参数这个地方，我们输入一个有趣的东西啊，输入一个有趣的东西，一个 at time 的含义呢就是时间啊，时间。在胡定里里面，默认25帧啊为1秒钟，所以呢，每25钟这个 time 就会加1加1加1，实际上它是由线性的往前面加啊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当我们进行播放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个球就不断的在变化了。如何让它变化的慢一点呢？我们只需要将这个 time 乘以一个比较小的值，比如说乘以0.01，对吧？它就会变得很慢慢的动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帧数变多一点，6000帧好了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球体在不断的蠕动，就是因为这个offset 这个值会随着时间而变化。好，当然你现在不是很理解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们这里只是小试身手，试一下这个我们快速的来做一个动画。